要跟谁结仇？想来想去，就只有青苏了。是，我对他确实有些偏见。这个问题我们也分析过，因为吵架去杀人可能性不大，而且他有不在场证明。目击者拍了照片，凶手是名男性。看照片也不像是陆浩然。会不会是买凶杀人？以他的身份地位，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当然有可能。小初啊，你再想想，除了跟秦姨吵架之外，最近还有什么事是围绕着你姨妈或者是围绕着顾家的呢？啊，对，他股票赔钱了，但是你们也查了，他不是自杀，况且他什么风浪没见过，这不应该是原因。那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事？对，有件事。姨妈生日的前一天，有人在网店留言，说爸妈自杀是陆家害的。那等于说，在我告诉你之前，你就知道了。现在想想，确实挺奇怪的。留言的这个人肯定别有用心。姨妈的死跟这件事情会有关系吗？我知道这个人是谁。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没错，就是我。是我给顾初发的匿名消息。那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当初是你让我不要告诉顾初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你们俩在一起。不是，我是喜欢你，但不是那种喜欢。我很清楚，感觉这回事是没有办法勉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我也没有让你知道。好朋友可以一辈子，说穿了，说不定连朋友都做不成。谢谢你这个好朋友，但是你对顾初做的事情，我真的不能理解。因为我演不下去了，我不想再骗自己，我很大方，我不在意。其实我很在意，我并不大方，我嫉妒顾初。我就是欣赏你的坦白和真实。谢谢。我通过网店发匿名消息给顾初，目的就是为了拆散你们俩，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原谅了你。哎，那你认识顾初的姨妈岑云吗？她死了。你怎么知道？她坠楼那天，我就在现场。什么？那天我去找岑云，本来打算告诉她我是你的女朋友，却没想到会让我看到那一幕。当时我很震惊，不知道该跟顾初说些什么好。最后还是悄悄地离开。当我退出人群的时候，有个男人不小心撞了我一下。当时我感觉很奇怪，他去围观的时候反应有点不寻常，像就看一看，看完马上走，好像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上前去证实一下罢了。你记得他的样子吗？他戴着棒球帽，大半张脸给挡着了。哎，那天萌萌说过，案发当时有很多群众都拿手机拍了视频放上网呢。对啊，不过上次没仔细看。找出来。好。停，就是戴棒球帽那个。就是他。我要看一下9月16号晚上6点到7点保护小区门口的街道监控。老在，就是这儿。记下车牌号，跟着这辆车，看他去哪儿。
博景华园酒店。你好，警察，帮我看一下照片中这个人是不是住这个酒店？好像是，我记得他戴着十字耳钉。还有呢？帮我们查一下他的登记信息。好，是他吗？陈星，美籍华人。他是我们酒店的常住客，从美国回来的，现在住在8923。他现在在吗？啊，这我不知道哎。带我们上去看看吧。迅速搜查，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是。和楼梯间的牌子一样，就是他。多少？哎，死者身上没有发现其他 DNA， 只是在衣服上面发现了几根猫毛。还有，天气又不冷，戴什么手套呢？找一下有没有黑色的手套。高进，老队，查一下裤兜里的纤维，才让回去。其他身侧长裤也一样。是。都在。他应该还会回来，多找些人手，守住酒店的进出口。好。小王，现在什么情况？一切正常。保持警惕。收到。报队。还能上膛吗？这个时间容易放松，给我精神点。放心吧。收到。放心吧，罗队。罗队，有辆出租车出现。人物出现了。
别动，别动，别动！把帽子和墨镜摘了，慢慢的。从博景花园酒店的住客资料来看，陈星是用了美国护照登记入住的。从7月21号到现在，已经有接近2个月的时间了。从出入境的情况来看，陈星经常往返于瑶岛与我国之间，平均1年有6、7次之多。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陈星曾经因为贩毒被控，最后花钱把官司平掉了。我们调查宾馆之后，陈星就没有再出现过。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他裤兜里沾着的纤维。高进，陈星裤兜里的纤维和死者身上提取的纤维一致，包括猫毛，还有在案发现场楼梯间发现的烟头和博景酒店8923房间发现的烟头和毛发匹配，他们的 DNA 排序一致，由此可以推断，陈星就是把层云从天台上推下的那个人。还有，目击者拍到的照片以及现场群众拍到的视频，都基本上可以印证，陈星就是杀人凶手。可惜人跑了。在宾馆的监控录像里查到什么没？萌萌，陈星在近2个月时间内，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在酒店接触过，除了他。这个女孩在9月13日傍晚5点多的时候和陈星一起回了房间。离开的时候大概是晚上8点多，看样子是和陈星吵了架。离开酒店以后，接到的监控并没有跟到她具体去了哪里，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女孩是唯一一个可以确定跟陈星有关系的人。陈星房间里发现的几个指纹，有2组可以确定是房间打扫卫生服务员的，至于哪一个是女孩留下的，还不确定。找到这个女孩，就能找到陈星。另外，我们在陈星的房间里没有发现手机、电脑之类的通讯工具，也没有发现他在屋里打过电话。他有登记本地的手机号没有？我用他的护照号码查过了，没有实名登记，但是不排除他用美国的手机号，但是号码没法查。萌萌，陈云生前的通话记录中有没有跟境外或者什么可疑的电话联系过？没有，我复查过一遍了，没有任何可疑电话，所以他和陈星之间应该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我问过顾初，他从来没有听他姨妈岑云提起过陈星这个人。如果陈星和层云生活没有交集的话，那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应该就是受雇杀人。我记得佳悦说过，他看见陈星离开现场的时候打过一通电话。我们大胆的去假设一下，如果真的是受雇杀人，那么这通电话会不会是打给买凶的人汇报呢？陈星来自洛杉矶，陆家也在洛杉矶。尽管秦苏和陆浩然有不在场的证据，但是买凶杀人不需要在场，这2个人必须重新调查。陈星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要尽快查到他的藏匿地点，把他抓捕归案。是。等等，萌萌，去查一下秦苏和陆浩然的通话记录。他们俩用的都是境外手机，我要跟美国的运营商调取资料，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现在还不知道要等多久。要不要传唤缉毒？先不要打草惊蛇，他们现在还不是嫌疑人。老陆，怎么了？我想请你帮个忙。这么巧，我也想找你请吃饭呢。行啊，老规矩，
好，哎，5星级酒店自助餐，罗队请客。谢罗队。不是不吃日料了？我不去，我不想见他。一想到姨妈的死可能跟他有关，我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要去你自己去。小初啊，这次去呢，就是想为姨妈寻找真相。我一个人不行的，你得帮我。秦姨好。今天是个什么好日子呀？阿姨好。你们两个怎么一起来了？小初跟我说，她姨妈呢之前来找你，闹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她心里有点过不去，想过来看看你。没事的，来，快进来吧。谢谢。谢谢。顾初，北城的同事来问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你的姨妈出事了。说实话，阿姨都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你。姨妈的死让我想了很多。世事无常，谁也想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不想我离开的时候，身上背那么多的包袱。之前我跟你的姨妈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我也没有办法。你的姨妈骂我、打我，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人都会有情绪激动的时候，说话就会过头。就像我当初对你也不是那样吗？上一次我要跟你道歉，我说话太冲了。我也应该道歉，我一直对你有偏见。你们道什么歉呀？我说的是我自己。你以为我想拆散你们两个吗？那是你爸爸的意思。其实那天我看见你冲进来把他牵走的时候，我的心是激动的。阿姨呢也有年轻的时候，在我年轻那会儿啊，就没有遇到一个男人能像你对他一样不顾一切。行了，事情都过去了，我也跟你爸爸说过了，不要纠结在以前的事情上。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谁2句话就能拆散的，是吧？秦姨真通情达理。你也不要怪你爸，你看看，你现在能找到这么漂亮又通情达理的女孩子呀，是你的福气。一定会。秦姨，你别这么夸我。我说的是实话。顾初，你以后要把阿姨当成一家人，对我们家北城好一点。哎，既然这样，你们加个微信，以后多多沟通。好啊。好，来。来，帮阿姨加一下。好。我回国以后啊，就没换当地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很不方便，加个微信就方便多了。秦姨，请问一下，你今天是不是喷了什么香水啊？特别好闻。是啊，好优雅。哎，什么牌子的？告诉我，我也给小初买一瓶。不用你买，阿姨那儿好几瓶呢，我送你1瓶。秦姨这不太好吧？谢谢秦姨。北城哥。你们先坐着，我马上过来。好。
12479，去等一下。什么情况？他来平海了。陆浩然不在家，我只能看到秦苏的手机。9月15号6点23分，他接到这个电话。那是个美国号。这个号码很可能是陈星的，也有可能是秦苏美国的亲戚朋友的。萌萌，用一个隐蔽的号帮我打过去。好了。喂，你谁呀？喂，事情办好了没有？你哪位？说话。我认得出，这个声音是陆浩然的。你弟弟？那你刚刚看电话号码的时候，你不知道？我跟他不熟，没有他号码。如果这个号真是陆浩然的，那就是在案发之后，秦苏接到的是他儿子的电话。当时陆浩然正在打高尔夫，监控视频之前我都看过。再放一遍。好。继续往下看。只有这一通电话，没有再打过其他电话。也就是说，陈星离开案发现场之后打的那通电话，不是陆浩然的，也不是秦苏的。唉，又黄了。没有啊，起码我们排除了2个嫌疑人。哎，骆队，你好像还欠我们一顿饭啊？对啊。好啊。什么饭啊5星级酒店自助餐，听着有份啊。对啊。谢谢罗队了，谢谢罗队啊。我记得我还有点事儿。哎，回来，钱包拿来。钱呢？不就是一顿自助餐吗？去还不行吗？吃啊！来，别闲着。来，怎么样啊？我说到做到，从不食言，是不是？来，是吧？快！说到做到什么了？说好的5星级酒店呢？这顿不能算啊。这也是5星级啊！这大众点评5星。来，我们敬罗队的钱包，真是让他破费了。哎，别这么说。来，敬罗队，干嘛这是啊？我告诉你，身为人民警察、刑侦队队长，抠门影响士气，下不为例啊！不是我这叫抠门吗？我这算抠门吗？我这叫接地气。别管他，我是为了找到办案的灵感。我这灵感还真来了。我觉得啊，目前我们还是要尽快找到陈星的下落。平海市所有的酒店都没有查到他的入住记录，所有的交通关口也没有发现他的行踪。唯一的关系人，视频中的那个女孩，现在也断了。他一定会留下什么的。陈星的烟，陈星抽的是美国烟，在这里应该比较难买。他的房间里还有几条烟没有带走。那如果他没烟抽，要买烟，在平海应该没有太多地方可以买到这种烟吧？国超，你去查一下什么地方能买到这个牌子的烟，特别是陈星住的宾馆附近。好。萌萌，你去查一下网络途径。收到。这个牌子的美国烟，平海只有3个地方有卖。这个店离陈星住的博景花园酒店最近，这陈星也来买过。我相信
只要陈星在市里，他早晚都会暴露。少队，你怎么敢打保票啊？陈星一定会来这儿没？人最难改的就是习惯，他可以改抽别的烟1天2天，但他总会怀念熟悉的味道。但愿吧。你先盯会儿，我上个洗手间。去吧。哦，对了，万一要是目标出现了，别动手，通知罗队，或者等我回来。行了吧，该小心的人是你。要是遇到目标了，立刻大声喊我啊！好吧。陈星，站住！我都滚开！我都滚开！啊！看一下，是。闪开！闪开！这边，闪开！滚开！站住！滚！让一下！滚开！站住！站住！别动！没事吧？没事。陈星，别动！好不了了！烧死你们！不走！不走！
你知道平时我不怎么会说话，节哀顺变。谢谢你们今天来送姨妈。怎么样？好，我知道了。姐，怎么了？他们打给我，说今天陈星现身了，可惜没抓到，还把高进和郭超他们俩给打伤了。他们没事吧？没大碍，没事。这个真说不出口。尝试一下，人生总有第一次的。你说你帅，说谁呢？罗队，对，罗仔，没事吧？蒲国很帅是吧？满地都是汽油，会死人的，知道吗？我不扑过去会爆炸的。就跟他一块儿死，知道吗？我就是不想让他跑。我不想让你死。今天表现的不错啊！我想吃火锅。我要吃便宜了。慢点，慢点。大家小心点儿，只破坏了脚印。
应该是被烧死的，就能在这儿。应该不是自焚，燃烧点集中在一个固定位置，没有移动。如果是自焚，因为疼痛，可能会移动，留下痕迹。从尸体的姿态来看，不像是被绑着烧死的，会不会被服用了某种药？看尸检报告吧。大龙，哎，何洛，国超，你手没事吧？好多了。什么情况？汽油烧的，男性，不像是自焚。干活。死者，男性，尸体呈焦炭化，面部跟年龄暂时无法推断。尸体环境现场有很浓的汽油味，尸体应该是被汽油烧过的。尸体被烧过，初检得不到什么有效信息，还是等回去解剖再说吧。等等，刘队，陈星，是他。不对，这张房卡是在车间外的地面上找到的。友尚商务酒店。这地方不偏的呀。帮我看一下，这是你们哪个房间的房卡？这8219的房卡，登记的客人叫王志。王志。你看是不是他？就是他。麻烦你帮我们开一下8219。等等。顾超，采样回去。好。顾超，这个带回去，叫高进他们过来。咱们这儿有几个监控？只有前台这一个。来，拿着。这是什么？伊乐藻。水草。死因难道是溺死？把肺部、肾脏还有股骨拿去做硅藻实验，如果发现有硅藻的话，就可以确定死因就是溺死的。好。大成，把你手头事情放一放，跟我出来一下。好。哎，你们找我有事啊？解剖的怎么样？啊，差不多了。初步可以确定死因不是烧死的，可能是溺死的，不过要再等进一步的确认。老陆啊，你得跟我们去趟重案组，有些事情得找你确认一下。可以啊，什么事啊？一会儿再说。
大罗，都来到这里了，能说是什么事了吗？有证据显示你与陈星遇害的案子有关，我们要问询你。陆北辰，昨天晚上7点到9点，你在哪儿？我参加完顾初姨妈的葬礼之后，就回家了，一直在家里待着呢。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啊。我已经派人去调取了你公寓的监控，恐怕看不了了。为什么？碰巧昨天我公寓大楼停电了，到10点多吧，才恢复供电的，估计监控也没了。你们刚才说有证据，有什么证据？昨天晚上你并不在家，而是去了友尚商务酒店找了陈星。我没有啊。这不可能啊！这人，我不太相信。可是你看这车，这监控里拍到的就是他呀。因为万一是套牌车呢？哎，顾初，先走了。好。北辰呢？我听江主任说他跟罗队来这边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他们在谈话呢，要么你先去等会儿。谈话？聊什么聊这么久？不知道。好吧，我等他会儿。老陆，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这人真的不是我，有可能是我弟弟陆北申呢。你不是说他5年前已经死了吗？对啊，他真的的确是在车祸里死了，这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我昨晚真的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没出去。这个人就只可能是我弟弟啊。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死去的人突然出现在友尚商务酒店？我也不敢相信，但这个人真的不是我。罗仔，炳辉和郭阳查过了，昨天晚上陆北辰的公寓的确是因为线路问题导致停电，没有监控，也没有人看到他出入公寓。也就是说，他没有不在场证明。高金那边在友尚商务酒店8219查到了好几个人的指纹，但是没有陆北辰的。我个人认为，这不代表他没有进入过房间。他每天接触罪案，这点反侦查技巧他还是知道的。他说存心反侦查，就不会被监控拍到，也至少戴个墨镜帽子之类的。罗队，自己的身份已经确认了，是陈星的。另外，房间里的血缘样本，按照你的指示，我找了一家独立的实验室，做了一个快速的 DNA 配对。结果怎么样？地面上的血迹是陈星的，但是烟灰缸的血迹是陆法医的。我刚才看过，他头部没有受伤，会不会是身体的其他部位？烟灰缸砸到其他部位，很难造成出血。小心！
罗队，北辰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跟陈星的案子有关？发现陈星尸体的前一天晚上，老陆去过陈星藏匿的酒店。大堂的监控清晰地拍到了他的样子，他们两个在房间里厮打，后来还拍到他追打着陈星离开了酒店。而且房间里烟灰缸的血迹经过 DNA 鉴定，就是陆法医的。可是今天从早到晚我都跟他在一起，我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伤啊。我知道，我也没有办法确认那个人就是老陆，但监控我无法解释。最主要的是，他提供不了不在场证明。就算是监控拍到北辰追打陈星，但是也不能说明北辰就是杀害陈星的凶手啊。对，我没有说他杀人，我只是说他见过陈星，跟案子有关。罗队，北辰在哪儿？我能见他吗？我相信他不会跟我说谎的。你可以在我跟他的对话当中多看到一些细节。你会欺骗我吗？不会。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去找陈星？我没有去。可是罗队说监控拍到你。那个人不是我。不是你，那会是谁？那个人是我，不是他。大罗，可以借个地方说几句话吗？可以。看起来你跟以前不一样了，能一样吗？如果你经历过我的事，那你告诉我，这几年你经历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平海的？怎么知道我在公安局的？北辰，我去过你的葬礼，那场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放心，顾初，你想知道的秘密，我会一一告诉你。哎，我还以为这么倒霉的事只有我会遇到，今天呢，打平了。喂，北辰。喂，小叔，你听到吗？我正在赶去机场，你一定要等我。等等，我是不是听错了？你说出事的那一天是你哥很激动，他着急回滨海。对呀，是他。那当时跟我通话的人不是你，是北辰。在大学的时候，一直是他跟你谈恋爱，是他冒充我跟你交往。顾初，对不起。你一直在骗我。
哎，我还没说完呢，先听我说。小初，我知道你这样做是逼不得已，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小初，小初，别这样，又不是世界末日。小心！车祸之后，我伤得很重，我也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洛杉矶一家医院里面。我醒了以后，他们告诉我，说北申他伤势过重，没抢救过来。Come here. He's awake. Benja, let's bring his family. “北辰，怎么样了？”“北申呢？北申呢？北申在哪儿？”北辰，你怎么了？啊！老何，赶紧去叫医生！赶紧去叫！原来你背后的伤疤是那次车祸留下的。伤疤啊，我也有啊。可是我明明去了你的葬礼，我还看见你的墓碑。是啊，我的葬礼，我的墓碑，我的坟墓，却没有我的尸体，可笑吧？那车祸之后，你到底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谁在操控的。车祸之后，我也昏迷了很久，才醒过来。但跟你不一样的是，你醒来在医院，我醒来却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在哪儿？ You're fine. Don't worry. You're gonna be alright. 大概过了20-30天，我开始可以下床活动了，而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人呢？有人吗？人呢？人呢？开门啊！听到没有？人呢？啊！你谁呀？干嘛把我关起来？说话！说话！喂，开门呐！开门！开门！我在那个小黑屋里被关了5年多，吃、喝、拉、撒，全部都在里面，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坐牢还可以放风啊！我在里面没看见过阳光，不知道时间，我还以为会憋死在里边呢。他们把你活生生的关了5年，那谁在幕后操控？一点线索都没有。后来我慢慢知道了，我怎样挣扎，怎样反抗都是白费的。我连谁要对付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彻底绝望了。直到有一天，一切正常。是，放心吧，一切正常。开门！开门！你这混蛋！开门！为什么这么做？开门呐！开门！好了，先这样。陆伟山，别喊了，你已经死了。你看见的是谁啊？你们猜？陈星。那他为什么要抓你呢？他跟你有什么恩怨呢？难道他是当年威胁你的那个人？就是他。什么？你怎么会惹上这个人啊？当年正是夏天，我研究院毕业，趁暑假回了美国，见一些老朋友。Okay, wait a moment. Why don't you pick me up? Would you like Yeah. I just didn't want to. Any problem? Are you trying to scare me? Shut the fuck up, bitch! Hey! What's the problem with you? It's none of your fucking business. It's absolutely my fucking business. You wanna beat a girl? Fuck off! ，Don't fucking move!
回美国来干什么？一回来就闯祸，你闯大祸了，知不知道啊？法庭也判了，警察也说了，这事儿不怪我，是他们先出手的，枪也是他们的，监控你也看过了，我没有责任的。你知道那个马克是什么人吗？啊？啊？你以为法庭判你没事，你就真没事了？你觉得那帮人能放过你吗？行了，又没有出人命，官司也赢了，北申也没有吃什么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陆总，马克那边派人过来了。我是陆振阳，我儿子的事，我不管他是对还是错，我希望你能给我个面子，不再追究。说吧，开个价，你说多少是多少。你好，陆先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靠钱来解决，比如说人命。您这么说话什么意思？你儿子陆北申呢？他不在，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就行了。好，那我就跟你说，马克昨天晚上死了，就因为你儿子开了那一枪。我们老大说了，只要陆北申。哼，你这么说话，我们马上可以报警。陆先生，给你3天时间。再见。所以你被他们送去瑶岛避风头？陆家那边有工厂，有人脉，方便照应吗？那北辰当年在瑶岛出事，是去看北申。后来我兄弟俩过得都不好，我在平海跟你分手了。北申呢，为躲那伙人去了瑶岛，同病相怜，那我当然要过去看看他。所以你们在同一辆车一起出车祸？就是陪他去了一趟机场，差点连命都赔了，都是因为你。对不起。这个意外真的很诡异啊！我出事之后被送去医院，你呢，却被那伙人带走了。那他们是在医院把你带走的呢，还是在车祸现场把你带走的？他们怎么知道你出事的？去瑶岛之后，其实我一直被跟踪、被监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陈星他们。你是说他们一直咬着你不放？不光是陈星，是陈星背后的人咬着我不放。对呀，如果是单纯为马克报仇，那干脆把你杀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费劲把你关起来呢？陈星背后的人是谁？你心里有底吗？有一个。Người lấy ăn no rồi, sẽ gào thét thôi. Đừng quan tâm đến anh ta, mệt rồi anh ta sẽ tự biết dừng lại. 我知道是你。yên tâm,
anh đây sẽ không xảy ra chuyện gì đâu. 你究竟要什么呀？是不是要钱？ Trông chừng anh ta, đừng để anh ta trốn 你放 thoát. 了我！ Tôi hiểu 你 rồi. 放了我！陆家会给你钱的，啊，陈星。 被他们囚禁的这几年，我听到过几次陈星的声音。他跟那个守卫用瑶岛话交谈，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偶尔能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我怀疑是有人在吸毒，但是我不确定。后来。 我就不再叫了。我知道我叫也没有用。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我看不到前面的路，黑暗的尽头还是黑暗。我失去了一切的动力，直到有一天。 你是说马克没死？没死，活生生站在那儿呢。那为什么囚禁我呢？是谁要囚禁我呢？这事儿我越想越觉得有蹊跷。我不能不明不白的在那儿等死。我发誓，我一定要查出真相。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了。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我要查出真相！我要找回我失去的日子！Where is 陈星 and Mark? I don't know. Don't bullshit me! 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 I'll give you this. 喂，谁啊？我想找陈星。你找陈星那个王八蛋，他滚回平海了。啊，
那请问你有他电话号码吗？那你怎么回平海的？对啊，你又没钱，又没有证件，怎么离得境？我有想过联系你们呢，但是我真的记不起来你们的电话号码。为了人身安全，我去了当地的警察局报案。然后报案的时候才知道，我在当地的入境记录里面已经死了，就是5年前那车祸。要让一个大活人证明自己没死。之后我去了美国领事馆，申报遭遇，提供了报案记录。领事馆的人呢，给我提取了指纹，去和美国警方核实，确认身份之后呢，就给我补办了护照和签证。这样，我才算活过来了。哎，那逃出来了之后，你为什么不联系老爷子呢？联系不上吗？我不能找他，你懂的。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陆家那边？在车祸之后，我是死是活，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火化也得有尸体吧？但是老爷子跟我说，他们从美国赶去瑶岛，看到你尸体的时候，已经被毁得辨认不出来了。哇，你信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情况确实挺奇怪的。陆家对外的公布中只提到北申在车祸中去世，却没有提起北辰在意外中受伤。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算不上是陆家的人。当年陆家把北申接回去，法律上他们只承认北申一个人，我陆北辰是不存在的。我跟陆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他们董事局的名单上，也没有法定继承权。所以他们根本不想你曝光。对。还有那对母子呢？最好我们俩兄弟就永远没有存在过呢。又是那对母子。我姨妈被陈星害死，我就怀疑是秦苏在后面搞的鬼，可是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警方呢一直在找陈星，但最后却只找到尸体。北申，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杀陈星？我也想，但不是我杀的。那你找过他吗？有啊，还打了一架。你是怎么找到陈星的？打电话给他呗。离开瑶岛之前，跟他前女友要了电话号码。什么时候打的？我17号到平海，18号打电话给他，第2天就见面了。他怎么会同意见你？而且是在他的住处。这个我也想过。第一，他肯定知道我已经逃出来了，对我早有防备。我呢，只想知道真相，没有必要跟他硬碰硬。第二，
如果马克没死的话，那他囚禁我就不是为了报仇，有可能是受雇于某人。他会告诉你吗？为了钱他会啊，他做这些不就是为了钱吗？搞清楚了就好说了。而且我是陆家陆北申，我有钱我付得起。你不觉得很冒险吗？我有的选吗？这件事发生在瑶岛，又不是这里。要是你也管不了啊。你进到他的房间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十几分钟之后，你追着他出来？他想杀我呀！进来。放心，没其他人。坐。谁的主意？马克装死，我被关了那么多年，究竟我得罪了谁呢？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他们付你多少？你说，我出双倍。你好不容易逃出来，就不该来找我。有些事你就不要追究了，没意义。我要的是真相。回家吧，回美国去。你老爸会很开心的。那如果我不回呢？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放开！陈星想逃，李直追到旅馆外面，还是让他给跑掉了。烟灰缸上面有我的血，如果你们拿去验 DNA 的话，那肯定会跟我哥的基因排序很接近。我就猜到你们肯定会误会，所以啊，我就现身了。我们会仔细检测的。我手机里面有陈星的电话，美国号。你没追上陈星，接下来你去了哪里？喝酒去啊。在什么地方？就路边一个大排档，没有名字，我也搞不清楚在哪里。5年没回来了，路啊不认得了。你什么时候回的家？我住在一个朋友家。陆先生，你这几天一直穿着这双鞋吗？我们想检测一下你的血。那你要帮我脱啊？好。是你，你就是凌霜。我记得你，我们见过，在笑笑婚礼上，你是顾初的同事。对，我记得上次吃饭的时候，你还提到了陆北辰的弟弟。找我有事吗？跟陆北申有关。是不是北申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事儿，我们只是核实一些情况。你还记得陆北申是什么时候来找你的吗？大概5、6天前吧，应该是17号。
我刚刚知道顾初的姨妈过世的消息，那天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你猜我是谁？谁啊？我还以为……哎，我之前听陈哥说啊，你们几个在大学的故事都能写本小说了。陆北辰住在你这儿的时候，他每天的行踪有告诉过你吗？没有，他回来的消息都不让我跟任何人说。我给了他家里的钥匙，我白天上班，有的时候晚上还加班。他平时干什么，我真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他惹什么麻烦了？他来平海到底要干什么？你知道吗？他没说清楚，只是说回来办点事儿。那他有跟你说这几年他经历过什么吗？我知道他回来肯定有事儿，他不说一定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他。19号晚上，也就是顾初姨妈葬礼的那天晚上，陆北辰在哪儿？我那天11点多才回家，那个时候他还没回来，我就先睡了。他应该是半夜才回的家，我也没多问。我可以看看陆北辰的房间吗？可以。我跟北辰住同一间房。他的东西呢？他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包，衣服还是后来我给他买的。我能看一下吗？可以。北辰他现在是不是在公安局啊？是的。那我能去看看他吗？再等等吧，有什么事情我们会跟你联系的。陆北辰既有杀害陈星的杀人动机，又没有案发时间的不在场证明，嫌疑还是很大。看看高进的痕检报告再说吧。是。脚印可以确定就是陆北辰的，鞋底的泥土和案发现场提取的样本一致，100%就是他，跑不了。是啊，我是去过那里，但我没杀人。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看到一具烧焦的尸体。那天早上很早，6点多，林双还在睡，我收到了陈星的短信，约我去一个废弃工厂，说会告诉我所有的真相。
我当时没想过那具尸体就是陈星，我还以为他耍我呢。我回去还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一直关机。你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很明显是陈星故意引我过去的，设陷阱。我还敢说啊？本来我想找陈星问清楚的，没想到那具尸体就是他。你在友尚商务酒店与陈星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听他提起过任何跟你们的事情有关的人？没有。警察同志，我就觉得陈星的死是因为有人不想把囚禁我的秘密说出来。妈妈，陆队，陈星的手机是美国号码，通话记录不太好查，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另外，陆北辰的手机已经检查过了，他的确在9月18号上午10点给陈星打过电话，在9月20号早上6点40分的时候收到陈星的短信，约他见面。陆北辰所住丹安楼大堂监控我看过了，他在9月20号1点37分从外面回来，早上6点53分从再出去。时间上跟口供吻合。陆北辰也有可能杀死陈星之后，把他的手机带回家，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用他的手机给自己发信息，制造了自己被骗去凶案现场的假象。能查到陈星发信息的位置吗？很困难，因为不是本地号码。按常理说，杀完人之后不是应该躲得越远越好吗？为什么还要发这样的信息，把自己牵扯进来？陈星的死亡原因是溺死，会不会是陆北辰在转移尸体的时候留下了痕迹？他担心自己被查到，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陆伟深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杀了人又闹出这么大动静来，转移尸体还要把它烧了。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陈星被害的第一案发现场。于姐，我想请教你一下。你看啊，你能在这块切面当中看见硅藻吗？这个，还有这个，这些都是硅藻。怎么看出来的呀？全世界的硅藻大约有300属，11200种左右，分为2纲9目20科。区分硅藻的依据是鞘面花纹。我那儿有一本硅藻的分类图谱，待会儿拿给你啊。你全记下来了？差不多了。哇，厉害，长知识了。哎，这个是废的切片吧？陈星的。肯定是河流溺水死的。他们说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你杀人，但是你供认了打架斗殴，要拘留5天。无所谓啊，就5天嘛，5天之后就出去了，跟5年相比，算不了什么。如果找到证据，就不止5天了。不相信我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会对我撒谎的。那可不一定。我也曾经相信你不会对我撒谎的。你先选。我愿意相信你，只要你对我说你没杀人，我一定会尽力帮你洗脱嫌疑的。我没杀人。于江，知道顾初去哪儿了吗？他看完切片，刚走了。谢谢啊。
吃饭了吗？你去吃点。顾初，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对不起，你一直在欺骗我。如果不是北申的出现，我永远都不知道真相。我骗你是因为喜欢你。我不喜欢活在谎言当中，就算是善意的。有时候善意的谎言比面对血淋淋的真相幸福。你告诉我，大学期间到底哪个是你？第一次，你骑车差点撞到那个，是北申。我。第二次在篮球场遇到的，那个是我。长期服药有效下降明显。我的饭盒。对不起啊。怎么又是你？什么又是我？上次我骑车，你差点害我摔倒，这次又弄翻我的饭盒，我怎么一遇到你我就倒霉啊？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陆北申。管你叫什么申，赶紧道歉，有没有礼貌？对不起，这位同学，我砸了你的饭盒，害你没饭吃，要不我请你吃个饭？现在不行。那今晚呢？哎，四季酒店自助餐，晚上6点半，不见不散。行啊，学霸就是学霸。哎，我喜欢上一个女孩，我想追她，关我什么事儿？是你闯的祸，她以为我是你啊。谁啊？顾初啊？顾家大小姐顾初？不行，为什么不行？我已经有凌霜了，陆北申是不可以跟顾初在一起的，会出事的。那我就告诉他，我是陆北申的哥哥，我叫陆北辰。不行，这个校园只能有一个陆北申。要是你身份曝光了，谁帮我去上选修课啊？那好啊，以后课自己上，笔记自己记。来，行啊，追吧，但千万要注意啊，不要破坏我的形象啊。你替北申上课？其实啊，他挺聪明的，就是爱玩。那个时候我已经拿到了法医的学位证书，打算要考公务员的。本来不想再帮他，但是就是因为遇到你，我改变主意了。我继续替他上课，就是想天天见到你。不对，在我印象中，北申也就是你，对柳橙是过敏的。你怎么了？呀，你怎么过敏了？柳橙过敏？是。可是现在你却没事。啊，吃一块。挺甜的。对柳橙过敏的那个是北申，不是我。那一次是他第二次在你面前出现。还有吗？还有一次。那么，哎，凌霜，你怎么在这儿？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北申。
你为什么偏偏要抢我的男朋友？你男朋友，本身是我男朋友啊！不要脸！林双，北辰，你告诉他，谁才是你的女朋友？小心！不好意思，没事吧？你过马路小心点，看着点车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没伤到吧？凌霜呢，对身边的人的感觉比你敏感。他遇到你们之后，很快就知道那个人是他的北辰，而你呢，跟北辰看了一场戏，都没有发现那个不是我。所以我就活该被你骗。不是这个意思。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99%的时间都是我跟你在一起的。你的确爱的是我，只是那个时候我不叫北辰，我叫北辰。你冒充北辰跟我谈恋爱这件事情，我可以不用跟你计较，但是为什么5年之后我再次遇到你，你还是不告诉我？你明明知道我为了北辰的死难过自责，这5年我一直跟自己过不去。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因为我不想活在过去。我跟你分手，那场车祸和北辰的死，都给我带来极大的伤痛。我花了好多年，好不容易才从伤痛中走出来，我真的不想回去。那场车祸是个意外，你的自责我理解，但真的跟你无关，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分手了就是分手了，那时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命运又安排我们再次走在一起，还让我再一次爱上你了呢。可是再一次走在一起，你还是选择瞒着我。我怕我说出来会再一次失去你。我到处找你们，没想到你们在这儿撒狗粮。什么事儿？我来跟你说一声，陈星的案子因为你弟弟涉案，所以你需要避嫌。我懂的。那法医报告呢？我来。好，一会儿办公室见。现在吧。陈星尸体被焚烧的现场发现了大量陆北辰的脚印，他也承认自己去过现场，但是否认烧尸。高进，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好，某某。大家看，这是现场提取陆北辰的脚印。据他说，当他赶到现场的时候，尸体已经在那里了。如果他没有撒谎的话，现场的脚印应该显示他进入车间发现尸体然后离开的路径，这跟他直接背着尸体进入车间焚烧尸体然后离开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为了验证他说的话，我做2个实验。好吗？首先，我模仿凶手背着尸体进入废弃工厂焚烧尸体然后离开的情况。看，我的脚印路径
是一致的，以尸体为中心呈放射状散开。紧接着，我做了第二个实验，我模仿陆北申走进车间找人，然后无意中发现了尸体。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脚印分布较散乱，并且没有在尸体周围留下太多的脚印，而且两种情况相比较，我们在线里发现的脚印位置、数量以及行经路径更接近实验的第二种，也可以说，陆北申的口供有一定的可信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陈星的解剖报告。就解剖结果的分析来看，死者的气管和食道内壁都发现泥沙附着，胃里发现伊勒藻，就是一种水草。另外，死者的肺部、肾脏和股骨切片都发现了硅藻，符合溺死特征。那可以确定，焚烧现场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死者很有可能是在室外的河流中淹死的，而毒理化验没有发现异常，暂时无法判断死者死因是自杀、意外还是他杀。平海的河道那么多，排查起来难度相当大，一定要查出第一案发现场。平海的河流那么多，还有湖泊啊、小池塘啊，这下有的忙了。加油吧！阿信，哎，陆老师，别那么费劲了，你就以发现尸体的地方为圆心，车程2个小时左右的河道都有机会是第一案发现场。你排查一下这个范围里河道中硅藻的种类，就有机会找到线索。超过这个范围的，不用考虑。我这有个样本 BH51， 硅藻比对符合。我这里也有一个，是 MH09。看这2条河道距离还挺远的，到底哪一条才是啊？泥沙的化验报告有吗？有啊，泥沙中含有汞和铬，是重金属。我再验下2个样本的重金属含量。好。BH51， 附近是湿地公园。结果出来了，是 MH09， 样本中检查出重金属，而 BH51 中含有氨氮，没有重金属。那就没错了 ，MH09 附近有一家化工厂，肯定是它。100%。罗队，第一案发现场找到了。车胎印儿，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车。派人打捞一下，把附近的监控全部调出来。这附近应该没什么监控，我一会儿去主路上看看。好。果然是那条河道。辛苦了。希望尽快找到凶手的痕迹。何队，摩托车被泡了好几天，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哎，监控这边倒是有，我放给你们看。栈桥和小路都是没有监控的，但是开进小路之前的大路平安路是有的。咱们从9月19号晚上11点开始看。19号不是陆北申去友尚酒店找陈星那天吗？8点左右，陈星被陆北申追打，逃离酒店，直到11点09。你们看，这辆摩托车从平安路拐进栈桥方向。等等，回放。
陈星，假设凶手就是这个黑衣人，他骑着摩托车带着陈星从平安路拐进小路，直达栈桥，并没有停下，而是连人带车一起冲进河里。陈星很可能不会游泳，结果被淹死。但奇怪的是，黑人带着陈星从小路开进去以后，当天晚上就没见他出来。他到底怎么把尸体再带到工厂焚烧的？摩托车掉进河里，他必须用其他的交通工具，不可能自己背着尸体走路吧？很可能有帮凶。萌萌，那天晚上还有什么车从平安路拐进小路？没有了。要到案发现场的话，不一定要经过平安路，很多小路都可以到。其他小路有监控吗？没有。郭珠，这个人的身材特征像不像是陆北辰？我不敢肯定，这人骑着车，身形很难分辨。再说，我也不清楚北辰会不会骑摩托车。如果是陆北辰，那就更奇怪了。8点左右，他俩在旅馆打架，3个小时之后，陈星就坐在陆北辰背后，乖乖的任由他摆布。3个小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什么可能都不能排除。在工厂车间发现的脚印已经印证，烧尸的人不是北辰，所以我认为这个黑衣人是北辰的可能性不大。陈星的死亡时间是19号晚上11点多。陆北辰若想摆脱嫌疑，就必须提供充分的不在场证明。陆北辰，你说你19号晚上离开了友尚商务酒店去别处喝酒，我们查过，你所说的那种路边大排档，在酒店3公里范围内有3家，每家都是晚上11点开张，4、5点打烊。11点之前你去了哪里？去停车场。什么停车场？去停车场干嘛？什么地方的停车场？停车卡上面没写地址啊，我就去找了几个停车场。我猜陈星应该是把车停在了某一个停车场。如果我找到了停车的位置，他来取车，我就可以抓他。这个停车卡现在在哪儿？扔了，车又没找到，没用。停车卡这件事，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说？说了有什么意思呢？车也找不到，卡也扔了，说了没意义啊。陆北辰说的每句话都没有证据，也无法核实。你还是怀疑他？对，他完全提供不了不在场证明啊。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他骑着车带着陈星，连车带人冲进水里。刘队，我想到一件事，北辰跟我提过，北辰在小的时候因为不会游泳，差点溺水，所以很怕水。但是我不清楚他现在会不会游泳。带我来这里干嘛？带你过来看看。看了，看什么？之前来过这儿吧？没来过。陆北辰，有人看见你19号晚上11点左右，骑着摩托车带着陈星，从这个栈桥连车带人冲进河里。警官，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但是那天我的确是去了停车场，还有大排档，没来过这里。哎，罗队，你看一下。刚才，看来他真不会游泳。再等等。
老陆，明知道北申怕水，还把他推到河里去。我不是故意的，不小心。那如果出了人命，谁负担这个责任呢？我这么做不也是想为他洗脱嫌疑吗？北申是我唯一的亲弟弟，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我对不起你，要不干脆你打我一顿得了。哎，不是老陆，你还真来呀？好久没锻炼了，100个。这行。每边100啊。哎。哥，可以回家了。不好意思啊。破案之前如果有什么情况，还需要你配合调查。嗯。哥，剪成这样会不会连累你啊？不怕，亲人就是用来连累的。这家店我常来的，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衣服。哥，怎么样？行啊。这2件我都有啊，那怕不怕撞衫啊？换一件。我们撞车都不怕，怕什么撞衫？麻烦你抱起来。刘北辰，你竟然骗了我5年，不止，加起来骗了你6、7年了。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想揍你一顿。那你揍啊，别揍脸就行。能不能答应我？答应什么呢？以后不许骗我，就算善意的也不行。想得美。你再说一次试试。他当然不能答应你了，他是北申啊。哎呀，生什么气松开啊？放开！哎，别放，抱紧一点。滚！好。哎，我答应你，从今以后都不会再骗你了。别生气了，好不好？还说亲呐，哎，说的好像也对啊。亲一个。嫂子，谢谢你啊，帮我洗脱了嫌疑。帮你洗脱嫌疑的是重案组的同事，这些都只是工作。还有，叫我顾初。哦，北申，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回美国？我打算呢留在平海查下去。有人把陈星的死嫁祸给我，应该就是在瑶岛关我的幕后黑手。他肯定会再出手的，我就干脆在这里等他呗。他从公安局出来了。那个野种，命真大。你做事总是不干不净，毛手毛脚。什么？那您要想干净的话，我们当初就该干脆就把他……他得活着，
生不如死的活着。他妈欠我的，必须由他来还。再说留个活口，将来要遇到什么，我们手上还多个把柄。可是现在很麻烦，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咬着这个不放。你怎么了？辣椒，辣椒，喝口水。慢点儿，好点没有啊？没事儿，反正啊，陈星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你跟他的生意啊，要彻底撇清，交给何勇去做。你赶紧回美国，陆北生就交给我了。那你呢？自己也要小心，遇到什么麻烦，记得通知我或者罗队。这里是中国，他们不敢乱来的，别自己逞强。你也要小心一点，你们长得一模一样。没事儿。谁啊？还能有谁啊？凌霜。来啦 ，Hello。终于有机会看到你们两兄弟同时出现了。哎，我才是北申呢。这个才是我的北申，我是不会弄错的。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我也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我们还能走在一起。陆北申，我不允许你再离开我。放心，赶都赶不走。那你不问问我这几天在公安局发生什么事儿？我知道你回来肯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如果你想说，你自然会跟我说的；如果你不想说，我也不问。我累了，背我。来。你好，先生。那个，给我开个房间。您要什么房间8219空着吗？陆总，你看可以吗？还行，换吧。我让小陆找了，没有发现。继续找啊。早。早。我在你口袋里面发现一张停车卡。你又不开车，哪来的停车卡？捡的，差点忘了。吃早饭。爱心早餐。罗队，陈星的手机通话记录发过来了，可疑的地方我已经标注出来，你看看。
哥，你会帮我吗？你好不容易才重新活过来，我不想你出事。难道你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我等会儿把他的航班信息发给你，你到机场去接他，把他安全送回家，给我回个电话。青怡，你是？他是北申，我没死，我回来了。北申，是不是很想我呀，亲？这他妈什么情况？真是没想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了，秦姨，车祸之后我也昏迷了很久，北申的葬礼也没法去，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北申根本没死的，你们没去认尸吗？当时我们在美国，听说你们在瑶岛出车祸，我们就赶过去。唉，怎么会是这样？尸体是我陪你爸去领的。勇哥，北申，回来就好。哮喘还没好啊？没事。当时我跟你爸赶过去的时候，尸体已经烧焦了，烧得面目全非。那你们为什么会认为那具尸体就是北申呢？尸体的手腕上戴着一个手表，是你爸送的，手表上刻一个申字。你爸看到手表的时候，就确定那是北申了。那边的医院条件不是很好，停尸间没有空位，你爸就做主，把尸体在当地火化了，然后带着骨灰和昏迷的北辰一起回了洛杉矶。你们先聊，我要赶飞机了。要去哪儿？回洛杉矶，不陪你们玩了。浩然，我去送你。我们也走吧。秦女士，我们怀疑陆浩然跟陈星的案子有关，需要他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谁是陈星？我不认识。Sorry， 我们要赶飞机，没有时间跟你们到公安局。这是传唤令。拿的是美国护照。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无论你拿的是哪国护照，都要遵守这儿的法律。老何，通知律师。好的。带走。就是这个混蛋干的，陈星肯定是他灭口的，现在还不好说呢，要看证据。交给罗池吧。还有那个女人，你说秦苏？对，你没看见她见到我时候的反应吗？她犹豫了。对，她问我是谁，还用问吗？如果我真的死了，那还是谁啊？只有你啊，就是他们两个干的。北申，先别急，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我觉得你需要见一个人。你应该一逃出来就告诉
没事就好。爸，这几年你有没有发现秦怡、浩然跟那个陈星有什么联系啊？没有啊。陈星死了，陆浩然被抓了，他们母子俩肯定脱不了干系。不要查下去。不查？为什么？我说不要查下去了。雨辰，马上回来。这5年你失去的一切，我会加倍的补偿给你。赔你条命！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把我囚禁了？是不是因为你讨厌我，不想我待在陆家，很希望我受到折磨，生不如死，是不是？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只要是我们陆家的孩子，我不可能看着他出事。我不管他做错什么事，都要我来处理。陆家的事，陆家自己解决。爸，现在不是家事。涉嫌杀人是犯罪。这个人你认识吗？见过。怎么认识的？他去过洛杉矶的家，见过一次。怎么了？犯法？去你家干嘛？他威胁我爸，我哥得罪了他们。你和陈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啊。你来平海之后，有没有跟他联系？我跟他有什么联系啊？没有。没有吗？警察同志，我每天很忙的，我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怎么可能每一个都记得呢？对吧？那到底是没联系，还是不记得了？没联系。陆先生，这是陈星的通话记录。9月12号晚上7点左右，他给你打了一通电话，这通电话时长为10分钟，聊这么长时间，不会不记得吧？对，是，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我这个人是给我打的电话，想起来了。他找你干嘛？还能干嘛？威胁我呗。接着说。我刚才不说了吗？我哥陆北申得罪了他们，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人。要人？要谁啊？陆北申呗。哎，我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说我哥已经死了5、6年了，对吧？你跟我要人，我去给你刨骨灰吗？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我哥一直被人囚禁在瑶岛，前段时间人跑了，非说是我们陆家把人藏起来了，让我们把人交出来，说不交的话就跟我们没完。我当时就觉得这陈星肯定是嗑药嗑傻了，没理他。后来呢？什么后来？没后来啊。后来你又接了一通陈星的电话，就是在陈星死的那天晚上。你们不会是怀疑我杀了陈星吧？陈星临死前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你的，陆浩然。9月19号晚上9点到9月20号凌晨4点，你在哪儿？忘了。那我来帮你记一下。这是在你别墅外面的街道监控拍到的。9月19号晚上的7点17分，你开车从家离开，那个时候陈星还没给你打电话，你应该是在外面接到的电话。直到凌晨3点40分，监控才拍到你开车回家。当天晚上你接到陈星的电话之后，直到3点多才回来。陈星也正好是这个时间段里遇害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一起开车回来的人是谁？何勇。他为什么会跟你一起回来？碰巧。陈星在电话里跟你说什么了？还能说什么呀？还是威胁我呀？你是不是去见了陈星？没见。陈星是不是你杀的？你们有病吧？我没杀人。我也不相信陆少爷会杀人，但是有人看见你放火烧死了陈星。放屁！陈星是淹死的，还等着。你怎么知道陈星是被淹死的？反正不是我杀的，你们爱信不信。你为什么说陈星是被淹死的？是你把他淹死的，不是我。我去的时候，他人已经死了。那天突然间接到了这个人的电话。你干嘛又给我打电话？你哥哥陆北申在我这儿。关我屁事啊！滚蛋！你要不要看看他右手的手指？我现在就给你发过去。他约我去河边见面。当时我不确定我哥是不是在他手里，我不敢怠慢。发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谁想给自己惹麻烦呢？你是几点发现尸体的？大约是夜里12点左右吧。你3点多才回家，这3个小时你干嘛去了？车坏了，走不动了，我叫何勇过来帮我修车，哎，弄了好半天才修好。啊，所以你看，后来何勇的车跟着我车一起回家了。你不信问他去。那你是在哪一条路上开到案发现场的？又是在哪一条路上车坏的？我记得是从滨江路开进去的，车坏是在一条小路上，路名我不记得了。反正离开没多久车就坏了，应该还没开出滨江路吧。接到监控的确跟陆浩然的供词对上。当天晚上，他在11点53分的时候从滨江路拐进案发现场的小路，可是小路没监控，只能看大路的。他们是原路离开的吗？是的，离开时间是第2天凌晨3点多。何勇的车呢？有拍到吗？拍到了，他也是从滨江路拐进去的，到达的时候是12点多，比陆浩然晚了半个小时，离开的时间和陆浩然一致。全对了，也不一定。凶手开摩托车冲进河里的时间是11点多，他完全有时间换身衣服，开另一辆车返回现场，把尸体运到废弃工厂焚烧。我有个疑问，既然已经淹死了陈星，为什么还要费劲把他的尸体移到工厂焚烧呢？还有，他们是怎么转移的？从监控记录来看，他们当晚都待在案发现场附近。这也不好说，坏车的地点拍不到，而且里面的小路四通八达，他们想离开不一定要经过滨江路或者平安路。传唤何勇。浩然他的车坏了，让我过去帮忙。车坏了，你打电话给修理厂处理，开车接他回来不就行了？还折腾干嘛呀？当时太晚了，给修车厂打电话没人接，把车放路旁我不放心。你去修车的时候，
陆浩然有没有跟你说，他发现了一具尸体？有。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了。我认为这是栽赃陷害，所以我告诉他不要报警。你看过那具尸体吗？没有。你认识陆浩然多久了？很久了，在美国帮他爸做事的时候，他还在念小学。陆家老臣子啊。秦姐和陆总对我都不错，像家人一样。他们对我也比较信任，即使他们家的名车，我也可以随便开。你开过最名贵的车是什么呀？乌东的劳斯莱斯算不错，有钱也买不到。劳斯莱斯是不错，但我更喜欢哈雷。美国很多吧？挺多的。我从来不骑摩托。但我觉得你们家陆浩然少爷应该喜欢摩托车吧？没有，从来没见他骑过。这是我的车，这个车是浩然的。你的车洗这么干净，为什么不给他洗洗啊？我的车我自己洗，他的车有专门人负责清洗。老内，给我水渍，取样回去。好。没有发现硅藻，还有样本被污染了，验不出 DNA。也就是说，车的后备箱里没有放过尸体，是没法确定。证词毫无破绽，痕迹完全找不到啊。还分不出来啊？等你的。逗你的。顾叔，案子现在怎么样？陆浩然招了吗？工作上的事情我们不能讲的，这是纪律。这么严谨。现在这个案子我也碰不了，因为名义上我跟陆浩然是亲属关系。现在这个法医工作全部都交给小初了。那他们会查我在瑶岛被囚禁的事吗？严格来说，他们没有执法和司法的权利，那是境外的事情。他们调查的方向呢，是陈星被杀的真相，而不是你被囚禁的事。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的公安，把他们母子俩交给国际刑警。他们查不到，我自己查。你自己查，怎么查呢？从哪里开始查呢？哎，其实呢，现在这个案子最重要的是，要查出陆浩然跟陈星的关联。现在呢，可以从陈星住过的地方开始查。嗨，美女。你好，您好眼熟啊！我也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想订一个双人大床豪华间。有的。您什么时候入住呢？那就看你什么时候有空了。
开玩笑的。陈星的入住记录跟护照都有了。你给他下了什么迷药啊？秘密？行啊你！房间不是陈星自己订的，是通过旅行社。心花怒放，负责联络的叫卢艳红。哎，谢谢。真没想到北辰身上竟然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你是在帮他调查吗？我发张照片给你看。你看，这个人不是……岑云跳楼那天，你在他家楼下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他，他叫陈星。他跟北辰被囚禁的事情有关。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下他在美国的银行流水，我知道你在美国资源特别多。先生你好，这些都是我们新推出的旅游线路。你手上的丽江就很不错。丽江啊，挺好玩的。对，心花怒放旅行社，上面有地址。小公司，查过公开资料，跟陆家没有任何关联。手机里面还有视频。帮陈星订房的那个人是谁啊？卢艳红。卢艳红，你有见到她吗？本来想进去摸个底，但是想想还是没进去，怕打草惊蛇。陈星背后的那个人关了我5年，如果卢艳红跟他是同一伙的，肯定认得出我。这么想也对，他不能去，北辰也不能去，但是我可以去。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找一下你们卢总。那请问您有预约吗？我跟他什么关系啊？还需要预约？你刚来上班啊？哦，那不好意思啊，那你跟我来吧。卢总，找您的。刘总你好。找我什么事？啊，我是受人之托来帮陈星结一下酒店房费，一共是……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单子。你谁啊？啊，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朱洁。我是说你是陈星的什么人？陈星跟陆总是朋友，陆总让我来的。陆总？我不认识什么陆总。再说陈星在出事之前都把房间结清了。是吗？没什么事的话，我这还有事要忙，不送了。可能是陆总搞错了，那回头我让他跟您联系吧。哎，等等，你刚刚说你叫什么来着？朱洁。朱洁，我不送了。这个卢艳红肯定有问题。陆总，我不认识什么陆总。再说陈星在出事之前都把房间结清了。他怎么知道陈星出事呢？没错，陈星的尸体已经烧得面目全非，应该只有警方才知道他的身份。正常情况下，除了警察和凶手，应该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他出事。他去打听陈星，他
他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多半是北辰他们两兄弟的主意。嗯，不必放在心上，他们打听不出什么来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浩然，赶紧去打点，夜长梦多，让浩然赶紧出来，尽快回到洛杉矶。行，我知道这么做。这地方够偏的，应该没人来。再看看吧，别遗漏了什么。哎，大姐，够辛苦的，歇会儿吧。歇不了。大姐，您就负责这一片是吧？嗯。您上班的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早上7点钟就得过来，晚上可以早点，5点半回家。那晚上咱们这儿有人值班吗？没有，晚上这儿也没什么人来呀。罗队，都这个点了，看来真的没人来。11点了，撤吧。干什么的？你们干什么的？别怕，警察问事。不是，你吓我一跳。您经常来这儿游泳是吧？怎么，在这儿游泳犯法是吧？不，您别误会，我们就是随便问问。您一般都什么时间来游泳啊？我一般晚上。我喜欢晚上游泳，锻炼身体，游上个把小时，回去睡觉睡得香。哎，您每天晚上都来吗？嗯，差不多。您最近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事发生？1个多星期以前，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记得，那天晚上大概11点左右。你说的那个事儿啊，我知道，河里有具尸体。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报警？警察同志，我游泳呢，我手机没带在身上，我就想啊，先上岸，穿上衣服再说。可我没想到，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男人？没错，就是他。姐，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有点堵车。啊，您来多久了？来挺久了吧？哎，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怎么样了？想没想爸爸？想，好好玩吧。行。陆先生，如果你想起什么跟本案有关的线索，请随时跟我们联系。好，签个字吧。这次一定是那2个野种搞的鬼，妈，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我不弄死他们才怪！
你觉着你最近惹的事情还少吗？这几天给我老实点！浩然，警察既然查不出什么，我想浩然就没必要马上回美国，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们的猜疑。那两兄弟一直咬着我们不放，我担心早晚会出事。没什么事，放心吧。旅行社他们查不出什么，小卢只是个跑腿的，他知道的不多。就算他们查出来了，那都是境外发生的事了，谁管得了？警察管不了，不代表你爸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他知道了。他知道北生没死，回到平海，专门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好好照顾他，让他别再出什么事情。你爸最后还说过一句：你跟北生都是他的孩子，都会犯错误，他不追究。我爸到底知道多少 ？I don't know。不过现在北生回到平海，你爸迟早会让他回公司，股权分配就会有变化，你就不再是唯一的继承人了。老爷子表面上看不上那个家伙，但是骨子里是放不下的。还有北辰，他一定会站在他弟弟那边。虽然他表明过态度不参与陆家的事情，但他一直是陆总的心头肉。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不会伤害他。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这样做，跟在瑶岛囚禁你那帮人有什么区别？你帮不了我，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查，但你的方法是错的。对啊，我做什么都错，你做什么都对。北神，你不要这样，你吓了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好了，不哭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卢雪儿。雪儿，你妈妈在哪儿啊？我妈妈在加班，但她说妈妈晕倒了。她骗你的啊？不是她，是刚才那个叔叔骗你的。要不这样吧，我们陪你回家，等你妈妈下班好不好呀？走吧。不要她陪。我不是刚才……好了，算了，我陪她就好了。好吧，那你走的时候告诉我，我来接你。回头再说。走吧。别动。我这个德行，你受得了吗？我就爱你这个德行。是，我在陪着雪儿。您大概几点下班啊？哦，好，我等您回来。您放心吧。雪儿，你妈妈马上就回来了。阿姨，你说你是警察呀？其实我是法医，也是警察的一种。那你知不知道我爸爸出了什么事？他已经很多天没来看我了。他没事，你放心。他没事，为什么不来看我呀？
他会来看你的。真的？你能保证吗？雪儿，我们先去洗澡好不好？走。还有10分钟，不要放松。雪儿，雪儿洗澡澡啦！雪儿，雪儿，原来你是警察。你想干什么？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我就想让你开车把我雪儿送出滨海。阿姨，你果然没骗我，爸爸真的回来了。爸爸，你跟阿姨在干什么？爸爸和阿姨正在商量呢，说带着雪儿到哪去玩去啊？什么地方？哎，你不是一直想去那个迪士尼乐园吗？咱们就去那儿好不好？好啊，太好了，我要去。怎么样，雪儿的妈妈回来了吗？我过去接你啊。怎么样，雪儿的妈妈回来了吗？我过去接你啊。回来。我自己打车回家，你不用来接我了。不是说好我过去接你的吗？怎么自己回来呢？你这样不行啊！你挂了他视频，他会起疑心的。你们怎么那么多事儿？这样吧，你就跟他说，姨妈在跟我打电话，不方便，让他早点休息。这样说他就不怀疑了？他知道姨妈话多，一说就1个多小时。我在跟姨妈打电话，你先睡吧。那行，我睡了，晚安。大龙，收到微信之后马上打给我，顾叔有危险，我已经报警了。你好，请配合我们的检查。等会儿别乱说了，知道吗？你好，请配合我们的检查。可以了。哎，等等。哎，你。哎。系好安全带啊，注意安全。好，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们不是夫妻。他是我和我前妻的孩子。好，走吧。陈曦是你杀的？
我谁也没杀。那你躲什么？你既然没杀人没放火，你躲什么？你这样孩子都跟着你遭罪，你踏实吗？我也是没有办法。怎么没办法？把你知道的都告诉警察，让他们去办。警察有个屁用！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好惹的。他们是谁？你哪那么多废话？你好好开车。等到快点啊！孩子在车上。谁呀？怎么样，陈雪啊？来，你坐好，坐好，坐好啊！不对，雪儿，来，你给我上爸爸这来，快，爸爸抱。加速，快！快点！那边，快！停车！下车！快跑！嘘，别哭，不哭啊，不哭。你是警察，好好照顾好孩子，听姐姐的话。来呀！这边。
北辰，快走！走，雪儿。马克，货呢？什么货？雪儿，爸爸，爸爸，爸爸，爸北辰，没事吧？我没事，你呢？没事，我没事。你醒醒，爸爸！你醒醒！大罗，我刚才有任务，什么情况？找到卢艳红了。雪儿，雪儿。我去趟洗手间，你等我一下。雪儿，雪儿，别哭。来，我来吧。疼吗？没事。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哎，笑笑，没事吧？没事儿，你不是在做手术吗？我这缝针了，真的没事啊。手术刚做完，还好只是皮外伤，你好好养着，就怕留疤。有命就不错了，还担心什么疤呀？哎，卢艳红什么情况？其实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小医生，我先过去啊，照顾好自己。你忙。哎，大罗，你们没事吧？还好吧？捡回条命。罗艳红狡猾的很啊，一招声东击西，差点就给他吓跑了。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马克会出现啊，差点出事了还数。没事就好，幸亏有你在啊。乐队，可以汇报案情了，走吧。哎，折腾了一晚，先休息一下。没事儿，走吧，干活。来，慢点。哎呀，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卢艳红她……消防府
砍在了脑袋上，颅脑损伤致死。幸亏顾初跟孩子没事，多亏了你及时赶到啊，晚1分钟啊，估计都没救。哎呀，可惜啊，天太黑了，看不清凶手是谁。看不清？你们刚才不是说那个凶手叫什么马克吗？你不是陆法医，你是他弟弟。不好意思啊，跟你开个玩笑。你们实在长得太像了，我根本分不清。具体的事儿你还是问你哥吧。先走了。北申说过，马克的左边眉毛上有条疤，应该就是他。你们不是在学校门口见过他吗？现在看来，他那天就是奔陆彦宏去的。现在他在境内杀人，可以立案了吧？他在境外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管不了。但他公然的在中国境内杀人，我们不会放过他。马克和陆北申打过官司，我需要你帮忙弄到马克的详细资料。可以。国超，马克的资料到手之后，你去查一下他的出入境记录，然后申请通缉令，限制他离境。是。高进，案发现场的同事已经做过痕检，你去跟进一下。好。萌萌，你去查一下他行凶之后的去向，调监控，查他的车牌。好的。他为什么要把卢彦宏灭口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有人请卢彦宏去杀陈星，但是卢彦宏被警察盯上了，买凶的人怕会暴露，所以请马克去杀卢彦宏。不太可能啊！陈星案发当天，卢彦宏有不在场证据，杀人灭口是事实，但绝对不是因为他要杀了陈星。我被卢彦宏挟持的时候探过他的口风，不像杀过人。他只是说他背后有一帮人不好惹，所以要跑。那帮人指的是何勇和陆浩然。陆浩然发现陈星的尸体，何勇转移尸体并焚烧，表面上看上去像是都跟陈星的死有关，但实际上并不像是他们杀的，而且也不像是他们买凶杀的人。也就是说，卢彦宏的死跟陈星的死无关，是另有原因。到底是谁派马克杀了卢彦宏呢？陆家的人。何勇，我瞎猜的。马克和陈星都跟陆家有矛盾，而且他们囚禁了陆北申。这只是表面。对，这只是表面。我想起来一件事，马克见到我的时候，突然间问了我一句：“货呢？”什么货啊？他是不是把你当成北申了？应该是。我接个电话。现在呢，卢彦宏死了，追查的线索就只剩下马克。马克是个疯子，你自己要小心。我死过一次了，怕什么？对了，马克见到我的时候呢，不停问我货在哪里。我估计他应该是把我当成你了。那他说的货是什么呢？不知道。马克逃跑时，监控并没有拍到他的车开上公路，可能是从小路跑的，目前应该还在室外。把这辆车的信息发给各公路收费站，还有附近的派出所，让他们帮忙查找。马克，也就是延伸，9月28号入境，目前为止没有过出境记录，查过全市的酒店，也没有他的入住记录，而且他在美国有案底，曾经因为贩毒和严重伤人坐过牢，是个危险人物。贩毒？你好，例行检查，请出示你的身份证、驾驶证。哎，拿好。
好的。不对，昨天半夜马克出现在蔬菜批发市场。把他找出来。你好，哎，警察。警察，我们想咨询点事情。这个人见过吗？没有。这个人见过吗？没见过。美国那边我们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放心吧。金姐，小陆总，我老婆的病让你们费心了。哎呀，都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啊，对，互相帮助，互相帮助。啊，你好，买手机吗？多久能修好？嚯，你这摔够狠的，2、3天吧。尽快啊！浩然，从今天开始，这个药厂就归你了。我还是给我爸打个电话吧。我去给你冲杯咖啡。喂，爸，没休息吧？还没有。我想跟你说个事儿。秦姨她出事了。什么？我对不起你们俩兄弟，特别是北申。是，他非常恨你，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儿子去重视。他就好像是你下的那盘棋，其中那颗棋子。他被人关了5年了。你为了顾全大局，就把他当成是一颗牺牲的棋子。你有尝试过去感受他的痛苦和绝望吗？北辰，我一定会尽力补偿他这么多年来失去的一切。他失去的是时间和自由，你怎么补偿？北辰，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自己拥有一切，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我一无